美国军队啊，大到连美国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。2018年，美国政府想评估美国的国防实力，于是派遣了1200名会计师分析了，审计美国的国防部，结果失败了，得出就是一个确切的数据。真正拼凑这个组织全部范围有多大呢？五角大楼每年都公布美军军事数据，但这正是美国独特的保密方式，据大量的数据来掩盖真正的秘密。这期视频我们来试图还原一下其中一小块拼图。美国到底是有多少海外军事基地呢？据美利坚大学政治人类学教授的戴维法恩的研究啊，截止到2021年7月，美国至少有80个国家地区，约有750个基地。这里既包括了像一个小国家那么大的巨无霸，也包括了小的，就是说只有机场了、雷达了、战区的基地。而全世界的国家才有197个。可以想象到这个数字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，而且不止这些啊，比如澳大利亚军队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对美军开放，这个数字并不包含在美军在海外的基地总数内。其中日本拥有120个现役基地，是世界上美军基地数量最多的国家，其次是德国119个和韩国37个，而在其他的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比如印度洋深处迪戈加西亚岛、阿拉伯半岛沙漠深处也有一些简易机场。美军呢，就是到沙漠深处呢，就是说可以歇脚，存放一些战略物资，以便随时从任何地方发起攻击。对，是攻击。我想呢，没人会觉得它需要防守，对吧？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国家，比如印度要和美国开战，当他把所有的兵力都部署在东海岸，防止美国呢越过太平洋进攻时100架轰炸机突然从南面打过来，从印度洋深处杀到你眼前，是多么令人绝望。法国点点头啊，这个我熟悉。最大的基地是位于德国的拉姆省台因空军基地，它是美国驻欧洲的空军、驻非洲空军和北约空军的总部。1953年建成，当年修建这个基地，同时雇佣了20万人工，目前面积是1400万平方米，驻扎了59400名美军，雇佣了6200名德国工人。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，美国足球队就在这里就住在这里。美军亚洲最大的基地是为韩国汉服来营地，2018年搬到了韩国首都以南的64公里的位置，将大部分美军移出了北方。炮兵的射程面积有13.98平方公里，驻扎了2.85万名美军。最北边的基地是位于格陵兰岛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，有140名美军驻扎在这里，是太空军的太空的观测点。同时，为经过的美军提供补给，包括石油、食品、药品等等。别看冰天雪地的非常繁忙，每年有3000多个豪迈的关塔纳莫海军基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海外基地。1903年起，古巴就租给了美国，而且是永久租约，目前租金是约为2.9万元人民币1年。有个美国的博主很痴迷军事基地，他在各个国家开了社交账号，呼吁住在基地旁的居民把基地照片或者频繁发给他，然后看他什么时候被抓起来吧。